大家应该都知道彼得·帕克是如何变成蜘蛛侠的吧？通常来说是需要被一只受到放射性污染的蜘蛛咬伤后才能获得超能力。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没有过被蜘蛛咬伤变成蜘蛛侠的中二想法？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蜘蛛虽然是五毒之一，但普通蜘蛛的毒性并不高，只有少数种类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不过如果真的咬了的话，那肯定不会变成蜘蛛侠的，反而不去处理也有可能小命不保。有个8岁的小男孩可能和曾经在座的各位一样，因为想变成蜘蛛侠，不惜让毒蜘蛛咬了自己，而他就差一点点一命呜呼了。说起毒蜘蛛，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黑寡妇，毕竟这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蜘蛛。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雌性蜘蛛在交配之后往往会吃掉伴侣，说好的爱情转头就翻脸不认人了。可实际上，并非所有的黑寡妇蜘蛛都会这样，黑寡妇只是一个统称，它们在世界范围内有许多不同的物种，就好比在美国就有3种不同种类的黑寡妇，分布在东部和西部。不同地区的黑寡妇还是存在着个体差异的，比如美国东部的黑寡妇偶尔才会发生同类相食的情况，大多数雄性蜘蛛都能够存活下来。然而，在玻利维亚奥鲁罗省丘洛马镇，有一个8岁的男孩在一块大石头下面发现了一只黑寡妇。话说，辨别黑寡妇的一个好办法就是看它腹部下侧有没有独特的红色沙漏状纹路，这一点非常好区分。可男孩却灵机一动，想要被这毒蜘蛛咬上一口。原因很简单，就是他想变成超级英雄蜘蛛侠。很快，他抓起了黑寡妇就放在了手背上。被咬后，男孩把蜘蛛装在了玻璃瓶就回家了。大约3个小时之后，男孩没能等来超能力，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又一阵的疼痛。他能够明显感觉到肌肉正在剧烈的收缩。母亲发现异常后，立刻询问他怎么回事。男孩只好全盘托出自己是被蜘蛛咬伤了。得知来龙去脉后，母亲立刻带他前往临近城镇的一家医疗中心。经过初步检查，医生建议家长立刻把男孩送到市里的总医院进行紧急医疗救治。男孩害怕极了，他只不过单纯的想成为蜘蛛侠，没想到会酿死大祸。后来经过各路专家会诊，确定男孩是被黑寡妇蜘蛛咬伤，并且进行了抗蛇毒血清治疗。大概半个小时之后，男孩的病情终于有所好转，渐渐的稳定了下来。其实早在3年前，在玻利维亚乡村小镇查央塔也发生过类似的蜘蛛咬人事件，受害者是3名儿童，分别是12岁、10岁和8岁。同样的，这3个孩子也是想变成蜘蛛侠，从而激怒了一只黑寡妇蜘蛛来咬他们。好在家长及时发现，紧急送往了医院。对此，有专家指出，大约15%的病例中，雄性黑寡妇蜘蛛咬伤人后，会释放出神经毒性毒液，严重损害人体内的信号神经，从而导致死亡。通常来说，像幼儿、老年人和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群，被蜘蛛咬伤后的风险最高。不过，一般蜘蛛只在感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咬人，尤其是当编织的网上有黑寡妇卵囊时。若是此刻被人类打扰，黑寡妇才可能防御性的咬人，否则它不会主动发起攻击。假如是其他动物的话，就比如猫、狗、马等等，它们对于黑寡妇蜘蛛毒液更为敏感，致死率则更高。正如案例当中所描述，在户外，黑寡妇经常出现在岩石下、木板后面、杂物箱等地；室内的话，一般都躲在不受干扰的角落，比如电器下方。在被黑蜘蛛咬伤后，症状大约会在8个小时左右出现。一开始伤口周围会轻微发红和肿胀，随后才是疼痛。另外，症状还包括腹部痉挛、恶心、呕吐、颤抖和出汗等症状。此时的受害者全身虚弱，必须立刻就医，减少对神经系统的损伤。当然，中毒情况还与毒液量、蜘蛛大小和种类有关。反正对于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来说，危险性会更高。为了变身蜘蛛侠，这些孩子可真的是不怕痛。不过，在英国有个名叫杰森·米西的男人，可是真心倒了霉了。50岁的他在花园里面搬木头时，突然感到手指头有一阵刺痛。一开始，杰森并没有当回事。他以为最多是蚊子咬了，甩了甩手。可是几个小时之后，伤口出现了脓肿并化脓了，皮肤开始脱落。杰森吓坏了，赶紧去了医院。经过医生检查，杰森是被黑寡妇蜘蛛咬了，而接下来的恢复过程简直是痛不欲生。每隔2天，杰森都要经历一次换药，那酸爽是简直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必须要把坏死的皮肤部分扯下来，有时候几乎要碰到肌腱和肌肉，杰森不得不用镊子夹住，避免有些部分一起被扯下来。如果疼痛等级满分是10分的话，那杰森想给自己经历的痛苦打11分。他坦言，这次受伤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在手指愈合前，他只能先做几个星期的轻松活度过一下。最后，杰森还呼吁大家不需要害怕蜘蛛这一群体，同时要警惕毒蜘蛛，了解它们的基本长相，以防万一。然而，除了黑寡妇蜘蛛之外，还有一种毒蜘蛛，名叫棕色隐士蜘蛛，也是非常喜欢咬人的。加布·拉斯特曼是来自美国亚特兰大的一位音乐家，他就是被这种棕色隐士蜘蛛咬伤，差点就失去了一条腿。事情是这样的，在今年的8月18日，加布发现自己腿上有被虫子咬的痕迹，非常的痒。
止不住的想去抓挠。起初以为是被蚊子咬的，但伤口逐渐开始变色，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所以在一场表演过后，他意识到情况不妙，不像是寻常蚊子叮咬。于是，在演出结束后，立刻就去了医院。很快，医护人员告诉他腿部受到了感染，而罪魁祸首就是棕色隐式蜘蛛。在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面，加布接受了无数次的血液检查，他每天都要服用大量的抗生素和其他药物。医生告诉他，如果再晚来一点，毒液迅速传播，腿就会一瘸一拐，渐渐的无法走路。到那时，加布就不得不面临截肢的命运，甚至还有可能死亡。后来，即便出院后，加布的伤口周围每天也会有干燥的死皮，另外疤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这次的经历让加布非常的后怕，关键是他压根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咬的。相关专家解释说道，大概每个月都会有3到5个被棕色隐式蜘蛛咬伤的病例，这种蜘蛛在咬人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受害者几乎不会意识到。棕色隐式蜘蛛又名棕色盾蛛，遍布世界各地，在美国主要分布从德克萨斯州到佛罗里达州的南部。通常来说，大多数蜘蛛都有8只眼睛，而棕色隐式蜘蛛则不同，它只有6只，前面有一对，两侧各有一对，彼此之间还存在着间隙。另外，棕色隐式蜘蛛的头部和胸部之间往往还有一个类似于小提琴型号的标记，因此也被称为小提琴蜘蛛。和黑寡妇一样，棕色隐式蜘蛛也喜欢躲在温暖干燥的暗处，就比如箱子下、成堆的岩石下。它的毒液会破坏皮肤组织，导致皮肤坏死、血液异常和肾功能衰竭。这种情况必须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其实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黑寡妇蜘蛛和棕色隐式蜘蛛的咬伤才是致命的。它们通常也只会因为被困在某处，感觉受到威胁了，然后才会防御性咬人。那么为了防止被蜘蛛咬伤，首先我们先认识一下常见的毒蜘蛛长相，留心它们偏爱的栖息地。其次是我们在处理长期闲置的箱子、木柴或清理地下室、阁楼等空间时，务必要做好防护，穿好长袖长裤和靴子，戴好帽子和手套，以防蜘蛛钻进衣物中。最后，及时清除家中的蜘蛛网，使用安全杀虫剂。如果有蜘蛛掉在皮肤上，记得不要用手直接按下去，而是用手指把它弹开，或者找个东西把它扫走。如果真的不幸被毒蜘蛛咬伤的话，那请时刻关注伤口的变化，如果出现剧痛、腹部疼痛、发热等其他症状，请务必及时就医，不可以掉以轻心。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有被什么奇怪的虫子咬伤过的经历，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郑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